那么昨天我们4个这个想要选总统的人，侯友宜、赖清德、柯文哲、郭台铭都去轰，说呢，这个有一个杀警犯啊，叫做易宝鸿啊，记得吗？当年在那个信义计划区有个夜店，记得吗？好像易宝鸿那时候已经还不是在执勤，对不对？好像是晚上经过穿的便服，就那个警察，对不对？然后呢，当时里面有纠纷，他就秀，他说我是警察，他要去这个排解这个纠纷，就被人家枪杀了哈。那所以呢，这个当时引起很大的愤怒。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那个信义计划区，哇，这个重兵都在那个地方埋下哈，这一时之间那边的夜店很多嘛，哇，这个风声鹤唳哈。好，那么侯友宜说呢，怎么可以杀警的受刑人移到外役监？不公不义的制度啊！那郭台铭就这是民进党给人民的司法正义吗？然后呢，这个柯文哲说，这个到底哪里不对才出现这种状况？赖清德说呢，重刑犯应该实实在在服完役期，而不应该跑到这个外役监去等等啊。那到底谁有资格在外役监服刑？那法务部当然讲说，我们都很公平啊，我们按照这个规定来，而且呢是去识别化来给委员会审查的，就是说，比如这个人你不会看到他到底是谁，你看不出来他到底为什么，就是就免得你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这叫去识别化。有期徒刑执行超过2个月你如果是有期徒刑，刑期7年以下，或是呢超过7年没有满15年。他们这个累进处遇到第3级或是15年以上累进处遇到第2级无期徒刑呢累进处遇到无期徒刑都可以不过你就要累进一直要表现很好等等的然后呢有这个悔改的实据，身心健康适于外役罪，因为他外面可能包括干嘛养猪种菜反正在监狱之外了那不得遴选的是这个依刑法第161条之罪然后呢，这个犯毒品防治之罪，累犯然后呢，这个但执行完毕之前，均为受6个月以下的徒刑，不在此限以前都是轻罪没关系，就算累犯，就算以前都是3、4个月5、6个月都没关系但是呢，不能够这个好几年然后累犯一而再再而三，因为犯罪而撤销假释，本来假释的又再犯，撤销假释，有保安处分。待执行就还没有执行的，比如要去什么这个做工2年等等，保安处分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然后呢，另外呢，性侵害等等等等这个家庭暴力等等这些罪是不可以的其他是可以的，就算无期徒刑，它其实都没有排斥。那现在立法院好像有20几个版本在立法院审查然后因为版本一多，个人有个人的意见，这个有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个坚持意见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没有通过。侯友宜说你把人民当塑胶那另外呢，警戒人说学长白死了怎么回事网民也很生气，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让他服外役监呢？今天公祭，明天就忘记了然后不是要修法吗？修了个半天还在拖那么久，为什么不能修？那蔡清祥法务部长今天说了，好吧，在修法完成以前，我们会从严审查，不会轻重，不会轻易让他去服外役监等等那民进党说侯友宜要求国民党委员一起来修法。不要说他们有他们的意见，我们有我们的意见等等那民进党团是法务部应该赶快统合意见嘛？你政府有政府的版本，立委立法的版本，你要赶快把它统合起来免得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那曾文灿说希望呢重刑犯不能列入现在每个人都有他的意见那国民党说呢，这修法是打假球你法务部应该重启程序。那有这个学者是说呢，为什么能够让名流都能够爽服刑因为很多名流都可以这样子比如说这个什么陈水扁的亲家啦，的父子等等，好像都不进去没多久就出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又可以服外役监，又可以假释等等，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总统怎么看重罪犯却可以服外役监？修法进度是不是要加快？总统大力点头，代表真的也赞同要赶快修法。夜店杀警案主谋易宝鸿进入外役监服刑，引爆争议。蔡政府遭质疑修法不力。那我们的立场是希望能够尽快完成立法。那目前在下个会期，9月份就会进入立法程序。我们希望快点完成。府院起灭火，就连前一天要参选2024总统的赖清德也难得撂下重话，矛头指向法务部。这当然社会会有怀疑，没有办法接受了。所以我希望法务部，也希望矫正署，应该对外清楚说明，该停止就要停止，该修法杜绝这个情形就应该要修法。重罪犯
应该要实实在在的服完他的徒刑，不能够走旁门左道。这让法务部凌晨发声明澄清，说法务部早在111年9月就提出外役监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经过行政院核准后，同年9月22号函请立院审议，将全力配合立院的修法进度，等于一天发了2次声明。那修正的内容就包括了杀警等重大暴力犯罪是排除可以进入外役监来服刑的。不过在修法完成之前，我已经督促矫正署对于个案要从严来审查。这一次又把球丢还立院朝野党团，杀警犯到了外役监如何防治还要等。对基层员警来说，只怕是今天公祭，明天忘记。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外役监条例这部分，我跟大家讲一下整个进程哦。这次为什么会去修外役监条例？其实，在去年2022年8月22号出现杀警案。那杀警案之后，坦白说，法务部他很快就去推的这个外役监的那个条例的修正案。去年是另外一个，不是那个了，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是2014年那个案子，在台南。那他是之前是因为他是那个案子之后呢，那他现在的时候呢，他是要被送到外役监去，那他是另外一个杀警案。大家想说，杀警案去年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现在他是杀警案，怎么又可以到外役监去？所以大家都觉得说，那执政党现在是不是在推动这修法当中不利？所以我才把这个修法程序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现在对于这个外役监条例的一个修正草案的当时的时候，那我觉得显然是民进党他们可能就忽略掉了，也许他们就真的就像很多人在讲说，今天公祭，明天就忘记，因为觉得好像这个风波过了，那好像事情就结束了。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如果在我们这个下一个会期如果没有过的时候，就是要到下一届的立法院的时候呢，就再从头来过哦。就再全部再从头来过，因为我们就是审法案的时候，我们不会再不续审，对。不会续审，好，就是对会期不续审，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下一个会期的时候，我觉得执政党这边一定要用很快的速度来推，就是如果下去不通过立法院换届，就重新又再来过来了。所以委员到底民进党态度如何？所以这一届当然要让他通过了哈，这个之前为什么一直摆下来？那其实摆下来，刚刚郑前提到说民进党都忘记，怎么都不提呢？事实上，你看这一次的性骚案。国民党不是这么重视吗？那我们不是一起都处理了吗？那这件事情国民党有说要赶快排吗？那国民党也都忘记了吗？那都不要怪嘛。其实我是觉得说，我们针对个案哈，那就是说我们有个通案，有个个案。这件事情的为什么这个易宝鸿可以假释出狱？它是来自于2014年，没有假释，好吧？来外役可以到外役监，它是来自于2014年的修法。刚刚那个少康兄提到那个，就是7年到15年那一个阶段，以前是5年以上，就好像到2级3年就比较困难就对了。那现在他把它修成7年到15年是比较容易一点点，然后15年以上才跟以前的5年以上那么困难。这是在2014年修的，2014年是国民党执政，2014年是国民党立委过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想去，就是说每次都是推脱嘛。好，那我们一起修的法，当然我们一起去承担。那你2020年放宽？我跟你讲，你自己提案放宽。我跟你讲，2020年放宽的那是楼地板降低，2014年那个是天花板升高，就这么简单。你让累犯也可以执行外役监。我说它是6个月嘛，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我们要去修法，就是说你要去看它的比例原则，看它的严重程度。而且你花81天就考。我就说所以我就说那个是6个月嘛，6个月那个是轻刑犯那这个是重刑犯。所以我就说，我们民进党这一个国民党要攻击民进党的这一个是六个月以下，是我们是把楼地板降低。国民党这一个是把天花板，没关系，你让我讲完嘛。那这国民党是把天花板提高嘛？那这个易宝鸿他出来是因为什么法？是因为我们民进党这个累犯的吗？还是因为国民党2014年修的那个法呢？事实上是那一个嘛。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不想说人民选你是要拨乱反正。你2020年不止没有把这件事情修掉，你还把它修得更宽。你听我讲的了，你尊重我讲话嘛，你有你的意见，我的意见嘛。你讲。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时2014年是7到15年，易宝鸿这个案子是因为2014年修法，他才有资格嘛。他跟2020年民进党修的这个法是无关的嘛。那当然就是说你们在讲民进党有修法，国民党有修法都有，那就是说天花板提高是国民党提高的，
楼地板降低是民进党降低的是没错，那我们其实是针对同案，不是针对个案。所以不要说就一个案子就用这样子来无限上纲。我觉得最简单的态度很简单，就是说。在场的许志杰委员比任何人都清楚，怎么样很快的把外役监条例做修正。因为在2020年，许志杰委员他们就提案要放宽，让累犯可以去外役监，而这件事情在3月3号提案，在5月22号就完成3读通过。所以我们讲说，怎么样的快速的把外役监条例做修正，许志杰委员绝对有最多的经验啊。那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好。这一次的易宝红的案子到底跟许志杰委员的提案有没有关联性？我也同意许志杰委员的说法，没有关联性。可是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讲说2014年国民党的修法造成了所谓现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你2022年你自己也把它放宽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蓝绿2020跟那个没关系，我知道没有关系，但是今天我知道，但是你也可以把它修法修得更严格。所以我今天的重点是，我们都不要再扯蓝绿，我们只扯什么？怎么样解决问题？今天要解决问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你民进党人数那么多，你可以在81天之内完成修法。今天国民党跟你一起，我们一起在81天之内把法案修好，好不好？就这样子嘛，这样才是对国家最负责任的方式。机会变更议程，赶快来处理。我觉得够了，台湾民众党也会够了，因为在过去这几个会期，请问一下，民进党要通过的案子，不管在野党如何的反对，民众党加国民党加时代力量加经济党，通通反对的案子也都过关了啊。请问一下，民进党现在讲说，哎呀，你们大家来一起跟我合作，好像这里这个案子被阻挡一样。没有阻挡啊，没有任何人阻挡这个案子啊。其实那个是因为你让我讲完，好，现在你让我讲完。所以呢，没有任何的阻挡的情况之下，其实就是你们忘记了这个案子。那我现在我先讲一下，其实通常来讲，一个案子哦，那么如果说要很快速的推过去，一个就是政党的力量非常强大。另外一个就是行政院的意志很强大。我们都知道，行政院每一年其实都会排优先法案。什么叫做优先法案？就是我这个会期一定要过的法案。我只要把它列入了优先法案，它就可以动用行政院里头就可以动用所有的国会联络人，然后呢全力的促成这个案子过关。所以你要他1个月过关也是可以的，你要他20天之内过关也是可以的。过去的记录非常的多，2读3读一次就把它过关的经验多不多？很多。所以这一次从去年的9月，然后到这一次，当然为什么名流很容易外役监？不是，我想法务部其实就在打马虎眼，他跟你讲说我去识别化啦，没有告诉在那时候的委员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呀，所以啊就按照他的评分啊，然后所以就决定了他可以外役监。问题就在于他的评分谁评？就监狱里头评啊。那请问监狱里头评的时候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影响到他的评点？而前面的评点的分数很好，你后面当然就容易外役监了。就是送出来给委员那个时候，那个关比较重要了。休息一下再回来。侯友宜啊，昨天参加新北市议员林金杰呢，他们办这个桃园县乡亲的一个活动哦，新北就有2000多个人参加，表示呢桃园在新北的人不少哈。那侯友宜当时是这样讲的啊，这林金杰嘛，他礼拜5参加我们节目，他说呢，上次啦选总统跟立委的时候呢，他没有这个意思说尽力不够了哈，所以让林金杰落选，韩国瑜落选，他很拍谁啊？这个鞠躬哦，很拍谁啊？那所以他有深深的检讨自己。那当然，大家就问韩国瑜啦，哦，说这个侯友宜讲对你讲拍谁了？韩国瑜说，爱与包容是我一向的原则啊。所以呢，这个国民党委员说，如果韩粉因此归队了，有助于整合基本盘了，因为蓝军有蓝军的基本盘，绿军有绿军的基本盘嘛哈。那另外呢，这个他说他诚心检讨自己了哈。那有人说他道歉太晚了哈。他们今天上午呢，有说明啊，说那天呢，就是在那个黄复兴党部开会的时候呢，当时侯友宜说他已经私下跟韩国瑜说拍谁了。当时韩国瑜呢是说呢，这个没事啊。那另外呢，他也透过中间人跟韩国瑜呢约了3次要见面啊。
那结果呢，好像也没成哦。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没有想要见面，不是没有想要当面致意，只是呢没安排成哦。所以呢，别人是说你是隔空啊，你昨天是在这个场合，韩国也不在啊，所以他才讲说当面也跟韩国瑜说过拍谁啊。那韩国瑜呢也说这个我不变的信念，爱与包容啊。那另外呢，这个韩国瑜说爱与包容，那这个韩国瑜的前幕僚说不代表会全力挺侯了哦，挺我是挺，但是我是2分挺、5分挺、7分挺、8分挺、10分挺又不一样啊。因为呢，他讲的有他的道理的。他说侯瑜过往呢这个岁月静好的种种作为才是问题所在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在韩国瑜是不是接受侯友宜的道歉。我也觉得韩国瑜的压力会很大哈，也不是说我接不接受，不是光这个问题了哈。韩粉看的也不是说你有没有道歉，道歉事小，2个大人其实这个也不是那么难化解这恩恩怨怨。只是侯友宜本身他提出的主张他提出来的这个政策，那也必须要能够打动蓝营的基本盘不光是光打动蓝营基本盘还是不够的，你要让中间选民也要感动才可以的我们看一下。一下你移，一下我移。1周前的秃子汉子大合体，这张椅子很抢戏。值得那信号一亮，我们就将会打一场轰轰烈烈的胜仗，好不好？好。就连侯友宜3个字，韩国瑜都只字未提。1周过去，主角总算吐出这一句：咱的韩国瑜咧拼总统，咱嘛甲斗3工无够，拢互因2个歹势，互因2个咱落选。这我深深，我都家己检讨我家己。宜兰同乡会上，认得自己不够出力，毕竟4年前的韩国瑜到新北造势递出邀请，侯友宜就曾以市政繁忙为由婉拒。目前我一切以我的市政市民所要求的事情为最主要的一个考量。4年前，在新北市不管选总统、立委参选人，我们做的不够多，对大家都公拍选。我们做得不够多，我们才会不断的去虚心检讨。其实林金杰的落选这跟侯友宜关系不大了，跟郭台铭关系比较大了。我就这边讲白了哈，因为上次选举呢，这个郭台铭也推了一个人，叫什么李进什么东西？李进。然后呢，这个人呢，郭台铭就替他站台，一直大力支持他嘛。那因为郭台铭在土城也有力量啊，对不对？他的工程在土城嘛，而且李进是李家进的儿子嘛，所以他是有关系的了。但是国民党已经提名林金杰的新北市议员嘛，所以呢，郭台铭就极力去支持那个李进颖了。就最后呢，那个林金杰拿7万票，李进颖拿4万票，然后民进党候选人拿9万票。你看这4万加7万就11万了，那边拿9万就输了，因为9万比7万高啊，就输了。其实主要是这个，当然侯友宜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到时候全力尽力辅选，是不是就能够扳回来？不知道了哈。那当然也就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跟林金的giao情，也就是跟了韩国瑜这个讲拍谁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哈。凤欣怎么看？我觉得现在因为侯友宜他的气势很低，所以呢，所有检讨侯友宜的声音通都出来了。当然你也不能说这些检讨的声音不对。坦白说，我其实一再在我的节目，一再在这个节目当中强调，政治人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什么叫远虑呢？如果你仔细想一想，我未来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现在根据那一个位置点，回头去算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没有做，迟早有一天你没做的这些事情，通通来会给你算总账。今天侯友宜面对的就是如此，不管是2020年的时候有没有支持韩国瑜，或者是在5大公投的时候，这个有没有支持国民党，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核4的这个公投的这事情，又或者是说他在核能的立场上面，他都碰到了困境了。他的这些困境并不是来自于说国民党的这条路行不通。刚好相反，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着跟国民党若即若离的关系，所以现在回头来，通通都去跟他算总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他要回到国民党的基本路线，因为现在看起来，不管是在能源或者是两岸政策上面，他都
应该要回到这条路线，而且看起来回到这条路线，反而有助于他保住基本盘，甚至于让他的民调拉到第2名。可是我觉得重点不是在道歉，或者是你就提出了一个政策，而是你的政策转折的思考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因为侯友宜之前之所以会保持若即若离，是因为他害怕得罪，他觉得说我如果明确了我的路线，另外一条路线的人就会来攻击我，我不想要被攻击，所以他选择了一条很轻巧的路，这条轻巧的路是走不通的。所有的捷径都是走不通的，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提。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不要想轻巧的走捷径，不会走得通。那现在你要开始做你这样的改变，你只要去说服很多的人接受你这是真心诚意，而不是只是为了要去争取选票。我觉得这一点是重要的。另外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一直在台面上纠缠，不会有厘清的一天。所以我不觉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跟韩国瑜道歉啊，或什么之类的。我不是说他没有对不起韩国瑜，我认为他有对不起韩国瑜，但是他很多的道歉，其实私底下能够建立2个人的共同的目标情谊。你用一个更大的目标去挽回当初的情谊撕裂。会比较好。那么现在反而是应该要侯友宜建立他自己的暖的形象了。那个暖的形象他有太多的故事。我其实提过，我说侯友宜他现在感觉上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没有人味。我所谓的没有人味的意思是说，他讲来讲去都是，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你好像都在。谈一些大家攻击你，然后你要去回击的一些事情等等之类的。那你作为这一个人，你其实有很多故事的。我提到说，他哥哥讲了，他当初考上了3个，一个是师大，然后另外一个是中央警官学校，然后还有一个是国防医学院啊。3条路都是很有保障、很明确的路啊。就他选择了念中央警官学校，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就跟他的心路历程是有关的啊。另外，民进党当初希望拉他进民进党，其实是用了很大的力气哦。坦白说，陈水扁提拔他没有功，对他来讲不是恩人吗？是有恩的啊。可是他怎么样都不肯加入民进党，相反的，在大家都没有预期的情况下，他加入了国民党。那他为什么做这个选择？这个选择其实对于国民党支持者来讲，我认为也是重要的啊。然后第3个是。他当初在当警察的过程当中，我其实现在想一想也对哈。他当初在南非武官家的那一幕，就是他在这种压力之下，然后去把人家小孩子救出来这件事情，那一幕确实感动了全台湾的民众，因为那个晚上很多人是夜未眠就在看那一幕的。可是问题是，我现在想一想，30岁以下的人应该都不知道这件事了，或者说40岁以下的人都没有看过这一幕了。那40岁以下的人没有看过这一幕，对于他曾经很勇敢的那一面是没有感觉的，所以他有很多故事，他其实也需要这一些故事，让大家重新认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侯友宜。他为什么后来选择警校？那天在这边有讲的也不错了。他应该是把它做成短影片，到处去撒了，因为短的故事大家最喜欢听故事嘛，那当然每个人出身背景那他可能以前民调很高，他认为说中间选民也支持他嘛，因为他意识形态不是那么强了哈。那本来我也认为说的中南部不会反对他嘛，北部你看从宜兰、基隆、台北、新北，对不对？桃园、这个新竹都是蓝营的县市长，这边一拉抬，中南部又不排斥他，不就当选了吗？那为什么到现在变这样？当然有很多原因了，很多原因哈。表态太慢啦，然后呢，郭台铭进来缴获啦，大家对柯文哲又有一些人有期待啦，等等很多原因了哈。那他自己当然，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他自己必须要站起来，他自己不要拉抬起来。当他如果声势能够拉抬起来，民调能够拉抬上来的话呢，那这个基本上蓝营声音就比较小。
那如果说你拉抬不起来，蓝营就各种杂音都出，因为蓝营也很焦虑嘛。现在蓝营人碰到都，哎，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每个人都很焦虑嘛。休息一下再回来。